之前在网络上有看过一些讨论，雇主在劳工离职的时候，为了让员工完成交接或是办理好指定的业务，就会扣押员工最后1个月的薪资，促使员工配合。另外也有听过一种情况啊，是员工离职后，但是还没有领到钱以前，雇主要求要回到公司处理特定的事项，并且就片面变更了发薪的方法，跟员工表明说，最后1个月的薪资需要回到公司来领现金，借此来让员工出面跟资方进行协议。这些做法对企业来说，究竟会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呢？我们在这支影片除了想要分享法令的规定之外，也找了几个案例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样子的约定是否合理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最一开始，先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有关于薪资给付的相关规定吧。其实发薪方法也算是劳资双方应该要事前约定的劳动条件之一。有关工资的给付方式呢，在劳基法第3章中其实有蛮多细致的规范的，比如说经常性薪资不得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啊，应该要以法定货币给付薪资，不可以任意扣除员工薪资，或是应该要定期给付员工薪资等等。另外，依照劳基法施行细则第7条的规定，其中有提到工资之议定、调整、计算、结算以及给付之日期与方法，都是属于劳动契约所应该要约定的事项之一。所以，如果劳资双方针对薪资发放的细节能够有更明确的约定，并且也以书面的方式载明清楚的话，按理来说，应该就可以降低发生争议的几率了。既然发薪方法是劳资双方可以自由约定的事项之一，而且法令也没有限制企业不可以用现金的方式来发薪，所以像一些传统的中小企业把现金装在薪资袋里面发给员工，其实在法令上当然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大部分的企业为了作业方便，并且留下薪资发放的依据，可能大多还是会以汇款的方式来给薪的。顺便也补充一下，劳动部在112年2月有发布了一份劳雇双方约定工资给付日及工资给付指导原则，除了有说明工资给付的日期应该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外，其中也有提到如果工资给付日遇到假日的时候，采用现金发放给付工资的话，可以提前发放。如果没有办法提前发放的话，最晚也应该要在原本约定的工资给付日来发给，不可以由雇主这边径自决定去延后给付。白话来说啦，就是即使晚1天发薪都可能会构成违法，所以这点雇主们就要多加留意了。前面先提到了雇主发放薪资的义务，再来就要说明一下劳工配合交接的义务了。我们在前一支影片中有分享了身为劳工所应该要遵守的各项义务，其中就有提到劳工在离职的时候有需要配合办理职务交接的责任，所以这边也顺便再提一下有关于劳工交接义务的一些细节。依照劳动部的前身，也就是劳委会曾经在88年所发布的解释令，劳工在离职的时候善尽交接工作是契约终止之附随义务。虽然雇主不能因为员工没有配合办理交接就径自的扣发薪资，可是如果有因此而造成雇主损害的话，雇主还是可以循民事诉讼的途径向劳工求偿的。在这边也提醒一下劳工们务必不要忽视雇主潜在的求偿动作。我简单找了一下最近的案例就有发现有一个劳工原本是担任行政人员，并且是负责办理外籍移工申办业务事项的，结果雇主认为这名员工没有妥善办理交接就直接离职，导致外籍移工居留证逾期而遭到了主管机关开罚。另外再加上了其他衍生的损失这个雇主就合计向劳工求偿了48万多元，并且在诉讼的过程中也都有减负相关的单据与凭证作为证明。然而劳方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他都置之不理，诉讼过程中也没有提出任何的书状来去做出他的声明以及陈述，排定的听期也都没有出席，因此资方便向法院申请由其依照辩论而为判决。法院最后也认定资方受有的损害是真的，再加上劳方没有依照年资提前20天预告离职所衍生的损害赔偿，判决劳方应该要给付资方全部求偿的金额。以本案算下来被求偿的金额都比劳方的年薪还要高了，所以建议劳方们千万不要忽视自己离职前应该要配合办理的交接工作，就算已经办理了交接事项，也应该要留存相关的证据，发生争议的时候才可以举证自己有妥善办好交接工作了。
回到这支影片的主题，既然薪资给付方式可以由劳资双方自行议定，而且法令也没有禁止资方不得以现金的方式来给付薪资，只要资方有依照原本约定的发薪日期如期给薪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就像影片一开头所提到的，有些资方在劳工离职的时候啊，认为仍然有未交接完全的地方，因此就片面变更了最后1个月的薪资发放方式，改用现金来发放，借此呢来要求劳工应该要出来面对。当然呢，如果劳工鼻子摸一摸就配合办理交接，实际上也透过领现的方式拿到了最后1个月的薪资，雇主可能也不见得会有违反法令规定的地方。但假如劳工最后并没有出面领薪，导致资方没有办法如期给付薪资的话，这样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实务上，当劳工提出申诉的时候，主管机关可能还是会认定资方有工资未全额直接给付的状况，进而依照劳基法第22条第2项规定裁罚。就算事后再补给啊，也都无济于事。这点劳动部也曾经在111年用解释令来说明过该怎么样去认定违规事实。这时候有些雇主就会思考，既然薪资给付方式是由劳资双方来议定的话，那我只要在劳工到职前就在劳动契约中事先约定，最后1个月的薪资改以现金发放，如此一来就能免去被裁罚的风险了吗？恐怕也不是这样子的。我查了一下最近的一些诉讼案例，过去就有企业在劳动契约中分别跟劳工约定薪资给付的方式，并且载明了工作不满1个月就申请离职的话，这个月的薪资乙方同意就在隔月10日来公司领取现金。另外有一个约定是离职前最后2个月的工资，公司可视情况选择用现金或汇款支付员工。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啦，这显然就是曾经有不好回忆的雇主，为了避免员工交接不完全影响到业务运作，所以就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跟员工事前约定薪资给付的方式。然而最后这个企业还是遇到了员工离职后联系不上的状况，在通知员工要亲自来公司领现金也没有得到回应的情况之下呢，最后就依照契约暂时不给付薪资。后续可能是因为劳工向劳工局申诉之后，所以这个公司有再补发薪资，可是距离原本约定的发薪日已经过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因此最后还是有被劳工局裁罚。资方也因为认为员工没有配合交接，因此感到不服，最后也提起了行政诉讼。先说结论吧，法院在这个案例的判决之中，除了有提到劳方实际上其实已经有依法律告离职之外，也具体的指出这样子约定薪资发放的方式其实并不恰当。法院在判决中有具体的提到依照劳基法施行细则的规定，契约终止的时候，其实雇主应该是要立即结清工资给付劳工的，而且薪资又是劳工提供劳务所得的对价，又是要用来维持劳工以及家庭成员的经济生活，是保障劳工家庭生存权的重要来源。所以劳雇双方契约关系终止的时候呢，雇主应该就要马上结清工资给付给员工为原则。另外法院在判决中也有提到，劳动契约中有约定最后2个月的薪资改用现金发放，这样子并不公平。因此资方如果没有如期给付薪资的话，仍然是违法的。总之呢，这个案件法院在查证了许多细节之后，认定公司坚持要劳工本人到现场领取薪资，显然是为了要求劳工再度交接事务而故意扣发薪资，因此最后判定资方受到劳工局裁罚是合理的。从这起案例中看得出来，就算资方在一开始缔结劳动契约有类似的约定，恐怕也没有办法说服所有的法官，那还不如还是维持原本的薪资给付方式。当真的有遇到员工不配合交接的时候再依照正当的管道向其提出损害赔偿的告诉，这样子才是比较保险的做法。前面提到的状况都是原本以汇款方式发行，后来资方片面变更为用现金方式给付的相关争议。不过社会上有些工作原本就真的都是用现金的方式来给付薪资，如果员工并没有在原定的发薪日出面领钱的话，依照前面所提到的相关规定，雇主还是会有违反法令的风险。那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除了可以尽力的联系劳方来领钱之外，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可以到法院来提存应该要发给的工资，用来证明有在约定的薪资给付日去给薪。所谓的提存呢，又称为清偿提存，指的是当债务人，也就是雇主想要还债给债权人，也就是劳工，但是却找不到人的时候呢，为了可以顺利的清偿债务，将要清偿的金额交给法院来保管，并且由法院代为通知当事人到法院来领取这笔金额。
详细的规定可以参考司法院官方网站的问答，我们这边就不多做说明了。不过大家去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提存其实也是需要额外支出一笔费用的，而且也会花费比较多的行政成本在处理这些程序。所以如果资方不是真的找不到方法来发薪的话，建议还是依照原本议定的薪资给付方式会比较妥当一点。如果原本就是用现金方式发薪，但是也担心偶尔会有找不到劳工的风险的话，那不如就在员工到职的时候，仍然还是请他提供银行账户，以备不时之需。真的联系不到的话，就把钱汇给他吧。总而言之还是要提醒雇主们，不要把员工最后1个月的薪资当作谈判筹码，否则任意扣减或是不依照约定发放薪资的话，最终违法而要付出更多成本的，都还是老板们。以上就是这支影片的内容啦，希望我们分享的资讯对于劳资双方们都有所帮助咯。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